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爷爷80大寿的寿宴上，我被当众扫地出门，动手的人是我的未婚妻林楚楚，帮凶是我那向来被誉为封家麒麟的堂哥封毅。当时爷爷正坐在主位上，满面红光地接受着满堂宾客的祝贺。我作为他最不成器的长孙，正准备献上我精心淘来的一幅前朝书法赝品，反正真品他也看不上我送的，图个乐子就行。可林楚楚却突然站了出来，她今天穿了一身月白色的长裙，衬得她清丽脱俗，宛如谪仙。但此刻她美丽的脸上却写满了决绝与冰冷。封爷爷，各位叔叔阿姨，她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满堂的喧嚣。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我林楚楚要和封宇解除婚约。一句话如同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满场死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幸灾乐祸的、看好戏的、鄙夷的不一而足。我爸身为法学院院长的封正国脸色瞬间铁青，我妈在外交部任职的柳静端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颤，爷爷浑浊但依旧锐利的眼睛眯了起来，沉声问道：楚楚，胡闹什么？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说这种话，林楚楚没有看他，而是直视着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厌恶与鄙夷。因为我无法嫁给一个骗子，一个窃贼，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他字字如刀，将我钉在耻辱柱上。不等我开口，我那位一向温文尔雅的堂哥封毅便恰到好处地站了出来，一脸痛心疾首地递上一沓文件。爷爷，各位长辈，本来家丑不可外扬，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小雨再错下去，更不能让楚楚受这种委屈。他将文件投影到大屏幕上，那是我去年发表在国史探微上的一篇论文，关于一段失落的明代宫廷秘史的考证。这是我20多年来唯一一件能让家里人，尤其是爷爷，稍稍对我另眼相看的事情。然而屏幕上我的论文旁边赫然并列着另一篇几乎一模一样的草稿，落款是封毅，时间比我的发表日期早了整整半年。铁证如山，封毅的声音带着一种正义的悲愤。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和关键史料全都是我1年前在一个私人研讨会上提出的，封宇当时也在场，他窃取了我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占为己有。我本想给他留点面子，没想到他竟然还拿来欺骗楚楚，博取名声。轰！全场哗然。如果说解除婚约只是豪门八卦，那学术剽窃对于视清誉如生命的封家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爷爷猛地一拍桌子，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嘴唇哆嗦着：你这个逆孙！我爸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我妈的眼中充满了失望。我那位在牛津读博的天才妹妹封瑶也皱着眉，看向我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而林楚楚，她走到封毅身边，眼中闪烁着对强者的崇拜和对我的鄙夷，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所有人听见。我爱的是封家的正直和才华，不是一个躲在家族光环下偷鸡摸狗的寄生虫。封毅哥，你才是真正的封家麒麟，不像某些人只是个扶不起的烂泥。这句话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滚出去！爷爷抄起手边的茶杯，狠狠地砸在我脚边，茶水和碎片溅了一地。我封家没有你这种偷盗之辈，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封家的人。我看着这满堂的亲人，看着那一张张或愤怒
或失望，或鄙夷的脸，看着林楚楚和丰毅那志得意满、惺惺作态的丑陋嘴脸，我忽然觉得很好笑。我悬了20多年的心，终于死了。我没说话，甚至没为自己辩解一句，我只是慢慢的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一块碎瓷片，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我抬起头，对着他们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好啊，我说完，转身就走，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身后是丰毅和林楚楚如释重负的冷笑，是我家人的愤怒与羞耻。他们都以为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彻底完了，他们不知道，这场他们自以为是的审判，才是我真正人生的开始。而我这个他们眼中的废物，即将亲手撕碎他们引以为傲的一切。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叫风雨，从小就是个异类。我生在一个怪物之家，爷爷风启明是国学泰斗，史学界的活化石，随便一句话就能让整个学科抖3抖。我爸风正国是国内顶尖法学院的院长，行走的法典，经手的案子全都是能载入史册的经典。我妈柳静是金牌外交官，精通7国语言，在谈判桌上杀伐果决，优雅的像一柄出鞘的利剑。我妹风瑶16岁进牛津，19岁读博，专攻量子物理，被导师誉为100年一遇的天才，每一个都是传说。除了我，风雨，我从小就对那些枯燥的典籍和复杂的公式提不起兴趣，考试永远在及格线徘徊。上的大学是靠我爸的关系勉强塞进去的3本。毕业后，我没去律所，也没进部委，而是在一所大学图书馆里当了个毫不起眼的图书管理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旧书，一干就是5年。在家人眼里，我就是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是封家光环上唯一的污点。他们对我已经从最初的恨铁不成钢，变成了后来的眼不见为净。只有林楚楚不一样，她是我在大学里认识的，她家境普通，长相清纯，性格温柔。在我被全家嫌弃的时候，只有她会握着我的手说：风雨，我觉得你这样就很好，安安静的心，与世无争。我以为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我的人，我把他视若珍宝，顶着全家的压力和他订了婚。我爸妈觉得他配不上封家，爷爷更是连正眼都没瞧过他。但我不管，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娶到她。现在看来，我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什么与世无争，什么懂我，他要的从来都不是我这个废物，而是封家长孙媳这个头衔。当他发现封毅比我更有价值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并且为了让他接受自己，不惜把我踩进最肮脏的泥潭里。我离开封家大宅，没有回头，兜里只有几百块现金和一部手机。我名下的房产、车子、银行卡，在爷爷那声滚出去之后，想必很快就会被全部冻结。我来到一家24小时便利店，买了一罐冰啤酒，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夜风很凉，但我心里却燃着一团火。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银行短信。我仅有的那张工资卡里的5万多块存款被转走了，是林楚楚，密码是她的生日。她知道这是我攒了很久，准备用来给她买一枚新钻戒的钱。她做的真绝，连我最后一丝念想、一分退路都没给我留。很好，我打开手机，拨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号码，电话响了3声，被接通了。喂，一个慵懒而警惕的声音传来。
是我。风雨。对面沉默了足足5秒，然后是一声不敢置信的惊呼：卧槽，老大，你终于想起我这个小弟了。少废话，蝎子。我的声音冷得像冰。帮我查2个人，丰毅、林楚楚，还有一家叫博古论今的文化投资公司。我要他们从出生到现在的全部资料，特别是最近半年的资金往来和通讯记录，能挖多深就挖多深。蝎子是我在网络世界里的代号，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如今国内顶尖的信息分析师，说白了就是个技术高超的私家侦探。老大，你这是？蝎子的声音透着兴奋和好奇。我被人从家里赶出来了，罪名是学术剽窃。我轻描淡写地说：噗，谁特么敢污蔑您剽窃？他知道考据之神这4个字怎么写吗？活腻歪了。蝎子在那头怪叫：考据之神，这是我在另一个圈子里的名号，一个外人，甚至我的家人都不知道的身份。我不是不成器，我只是对他们热衷的那些经世致用的学问不感兴趣。我的天赋在另一条路上。我有一双堪比高精度扫描仪的眼睛和一个容量堪比超级计算机的大脑。我拥有完全记忆能力，俗称过目不忘。任何我看过的文字、图像、数据都能以最原始、最真实的方式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永不褪色，随时可以调取、重组、分析。别人看书是阅读，我看书是存档。封家的藏书阁上下4层，数十万册藏书，从经史子集到中外文献，全都在我的脑子里。别人做学问靠勤奋，我做学问靠的是检索和拼接。那篇所谓的剽窃来的论文，是我花了3个月时间把我脑子里储存的关于明代历史的几千份零散资料，包括正史、野史、地方志、私人笔记，甚至是一张早已损毁的地图的残片，进行交叉比对和逻辑重构后得出的结论。这项工程的复杂度和信息处理量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博士的团队耗时数年，而我只需要1个人、1台电脑。丰毅说他早半年就提出了核心论点，纯属放屁，因为我引用的最关键的一条孤证来自一本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从未对外公开过的明代传教士的私人航海日记。那本日记的电子扫描件是我用一点小小的技术手段从他们的内网里借出来的。他丰毅凭什么能看到？所以他不是被我剽窃，而是在说谎。他和林楚楚联手给我设了一个局。问题是，为什么？仅仅是为了打压我这个废物，好让他这个麒麟上位？仅仅是为了让林楚楚能名正言顺地抛弃我，投入他的怀抱？不，太小儿科了。丰毅心高气傲，他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女人用这种自损800的方式来对付我，因为一旦事情闹大，假的也会被人当成真的，封家的名誉同样受损，这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图谋。博古论今这家公司就是关键。丰毅近2年跟这家公司走得很近，我偶然听他提过几次。老大，放心，天亮之前保证把东西发到你邮箱。蝎子在那边立下了军令状，挂了电话。我喝完最后一口啤酒，将易拉罐捏扁，扔进垃圾桶，抬起头看着封家大宅的方向，灯火通明，一派歌舞升平。他们大概以为我此刻正蜷缩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悔恨、痛苦、绝望。我笑了，游戏才刚刚开始，我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还需要一台电脑。
我打车去了蝎子在城郊的一个安全屋，那是个不起眼的公寓楼，但里面的设备比一些国家级实验室还要先进。老大，你怎么搞成这样？蝎子是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戴着黑框眼镜，看到我风尘仆仆的样子，吓了一跳，一言难尽。我走进房间，直接坐到电脑前。东西呢？刚发你加密邮箱了。蝎子递给我一杯热咖啡。我靠，老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那个堂哥，还有你那个前未婚妻，玩得真花啊！我打开邮箱，一个巨的压缩文件。我没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人八卦，直接点开了关于博古论今公司的资料。公司的法人代表叫王崇古，一个在文化圈和商界都颇有能量的人物。公司主营业务是艺术品投资和文化项目开发，表面上看毫无问题，但是在蝎子挖出的深层股权结构图里，我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周文斌。我的瞳孔猛地一缩，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20年前，周文斌曾是爷爷最得意的门生，也是史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但是他利欲熏心，为了评上一个重要的国家级课题，伪造了一批出土竹简，炮制了一段所谓的上古史，轰动一时。最后是爷爷亲手揭穿了他的骗局。爷爷调取了当年所有的气象水文资料，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论证了那批竹简的出土地点在所谓的埋藏年代里根本就是一片汪一洋，不可能存在墓葬。周文斌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被学术圈永久除名。从那以后他就消失了。没想到20年后他换了个马甲，成了文化公司的幕后老板，而且还和我那位好堂哥搅和在了一起。我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无数的碎片信息在脑海中交织碰撞。封译：周文斌。剽窃的指控，那篇关于明代秘史的论文，一条线慢慢的清晰了起来。我那篇论文看似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研究，但我记得我在结论部分提到了一个观点：当年那段宫廷秘史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由南方士绅集团操控的走私网络。为了印证这个观点，我引用了一份明代地方官员的秘密账本作为旁证，而那本账本的发现地等等。我猛地站了起来，我立刻调出脑海中关于那本账本的所有信息。那是一份残卷，记录模糊。我当时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佐证，没有深究。但是现在，当我把周文斌这个变量带入进去，我将账本上的几个模糊的商号、人名和周文斌家族的族谱，以及博古论今公司投资的几个位于南方的文化古镇项目进行多重叠加比对，一个惊人的事实浮现在我眼前：周文斌的祖上就是当年那个走私集团的核心成员，而我那篇论文无意中触碰到了他们家族几百年来的一个巨大秘密。更重要的是，我引用的那本账本不仅仅是佐证，它本身很可能就是一把钥匙，一把能解开这个秘密，甚至能找到那个走私集团当年埋藏的巨额财富的钥匙。所以他们要的不是我的名声，他们要的是那篇论文的解释权。他们先是通过剽窃的指控，让我这个真正的作者丧失话语权，被社会性死亡，然后封译再以原作者的身份对那篇论文进行一番重新解读，把里面的关键信息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从而保护他们家族的秘密，甚至独吞那笔宝藏。好一招偷天换日，瞒天过海，而林楚楚。
我打开他的资料，蝎子挖得很深，连他大学时谈过几个男朋友，每次开房记录都查得一清二楚。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份银行流水单上。半年前，就在丰毅那场所谓的私人研讨会之后不久，林楚楚的母亲因为突发心脏病，住进了最好的私立医院，换了进口的心脏瓣膜，手术费加后续治疗，总共花了近200万。对于家境普通的林家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而这笔钱不是我给的。我当时只知道他妈妈生病了，给了他10万，他还推辞了很久，说是不想给我添麻烦。现在看来真是讽刺，那笔200万的匿名汇款来源账户，最终指向的就是博古论今公司的一个影子公司。真相已经昭然若揭，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移情别恋，这是一场交易。周文斌和丰毅用200万买通了林楚楚，让他配合演了今天这场戏。或许一开始他还有些犹豫，但是当一边是200万的救母之恩债，一边是我这个前途暗淡的废物男友，他最终做出了他的选择。他选择了当那把捅向我心脏的最锋利的刀。我看着屏幕上他和丰毅在寿宴后于停车场拥吻的照片，笑得那么甜蜜，那么灿烂，我的心里最后一点温情也彻底化为了冰渣。老大，需要我做掉他们吗？蝎子凑过来，压低了声音，做了个咔嚓的手势。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人间蒸发，不留一丝痕迹。我摇了摇头，太便宜他们了。我的声音很平静，我要的不是他们的命，我要他们站在最高的地方，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拥有的一切，家庭、名誉、财富、前途，一点一点化为乌有。我要让他们比我今天痛苦100倍、1000倍。我转过头看着蝎子，笑了笑。游戏现在才进入第2阶段，帮我注册一个微博账号，就叫风雨小号，然后把丰毅和林楚楚的那些黑料润色一下，分批次放出去。记住，要一点一点的放，保持热度。舆论只是开胃菜，他们最在意的是那笔宝藏。我们就跟他们玩个猫鼠游戏。最后帮我联系一下大英博物馆的东方文献部主管，就说考据之神想和他谈一笔生意。蝎子的眼睛越来越亮，脸上写满了兴奋。老大，你终于回来了。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远处城市璀璨的灯火。丰家，你们不是觉得我是耻辱吗？丰毅，你不是觉得你赢定了吗？林楚楚，你不是觉得你找到了更好的归宿吗？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惹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第2天，网络上炸开了锅，一个名为风雨小号的微博横空出世。第1条微博就是一段高清录音，录音里是林楚楚和她闺蜜的对话。你说风雨，呵，她就是个窝囊废，除了会死缠烂打，什么都不会。要不是看在他家世的份上，我早把他踹了。丰毅哥，他当然比风雨强100倍了，又帅又有才，关键是对我也好。前2天还送了我一个爱马仕的包包呢。解除婚约，快了，等我妈的病彻底好了，我就找个机会跟他摊牌。丰家那群老古董估计得气死，想想就刺激。录音不长，但信息量巨大，一时间心机捞女林楚楚的话题被顶上了热搜。当初在寿宴上同情他遇人不淑的那些人，此刻全都调转枪口，对着他口诛笔伐。卧槽，昨天还觉得他楚楚可怜，原来是顶级绿茶婊啊！风雨也太惨了吧！
被戴了绿帽，还要被倒打一耙，身败名裂，心疼风雨。这家事摊上这么个前女友，也是倒了血霉。当然，也有丰毅的水军在下面控评，说录音是伪造的，是风雨这个剽窃小人的无耻报复。但很快，风雨小号放出了第二锤，是一组照片。照片上，林楚楚挎着最新款的爱马仕，和不同的油腻中年男人，在高级餐厅、酒吧，甚至酒店门口举止亲密，时间跨度从1年前一直到和我解除婚约的前几天。最劲爆的一张是他和博古论今的老总王崇古在地下车库里热吻，这下连水军都洗不动了。林楚楚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他就读的大学论坛上也全是他的光荣事迹。据说他1天之内就被辅导员约谈了3次，最后精神崩溃，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而丰毅那边也没好到哪儿去，虽然舆论的火力暂时集中在林楚楚身上，但风雨小号时不时会放出一些关于他私生活混乱、学术不端的小道消息，虽然没有实锤，但足以让他的麒麟人设开始出现裂痕。他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被我挂了。最后，他发来一条短信：风雨，你到底想怎么样？非要鱼死网破吗？我回了他4个字：拭目以待。我猜他现在一定很焦急，因为就在昨天，大英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突然更新了一条消息，本馆将于下月与神秘的东方学者考据之神联合举办一场关于失落的明代航海图与东亚贸易网络的专题线上研讨会，届时将首次公开展示一批从未面世的珍贵馆藏文献。这条消息在国际汉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在丰毅和周文斌眼里，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因为他们知道我就是考据之神，他们更知道我手里那本传教士的航海日记就是他们要找的东西，而现在我要把这东西公之于众了。他们精心策划的偷天换日之计还没开始，就要胎死腹中了。他们一定会来找我，我需要做的就是等着他们自乱阵脚，主动上钩。至于封家，我被赶出来之后，家里没有一个人联系过我，想必他们正忙着应付因我而起的家族丑闻，焦头烂额，也对我这个逆孙失望透顶。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我正在安全屋里悠闲地喝着茶，蝎子突然冲了进来：老大，你那个天才妹妹风瑶找到这里了。我眉毛一挑，有些意外，她怎么找到的？我这个安全屋的地址是最高机密。她说她破解了我设下的7层防火墙，顺着网线摸过来的。蝎子的表情像是见了鬼一样。老大，你这个妹妹也是个变态啊！我笑了，不愧是我妹，让她进来吧。很快，一身风衣，拖着一个银色行李箱的风瑶出现在门口。她还是那副清冷的样子，但眼神里却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她走进屋子，环顾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哥，她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这是我被赶出家门后第一个这样叫我的家人。你怎么来了？我问。我相信你。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说，那篇论文我看过，里面的史料引用和逻辑链构建方式是你的风格。丰毅写不出那种东西。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我的风格？他点了点头。从小到大你就是这样，表面上对什么都漫不经心，但你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观察、记录、
然后整合这个世界。你看似懒散，但你的大脑比任何一台超算都要恐怖。家里只有我知道这一点，我心中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原来一直以来都有人懂我，所以你相信我没剽窃？我相信。他放下行李箱，走到我面前。我还查了那个博古论今公司以及周文斌，我知道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构陷。他顿了顿，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哥，你到底想做什么？我查到你和海外一些机构有联系，你想把事情闹大。我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笑了。瑶瑶，你不该来趟这浑水，我是封家的人。他的回答斩钉截铁，更是你的妹妹。有人要毁掉我们的家，我不可能坐视不理。家，我自嘲地笑了笑。在他们把我赶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没有家了。不，风摇摇了摇头，他的眼眶有些发红。爷爷只是一时气昏了头，爸妈这几天嘴上不提，但谁都看得出来，他们很担心你。爸爸动用了他在法学界的关系，想帮你压下飘巨妾的舆论。妈妈也取消了下周出访的行程，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心头一颤，但脸上依旧不动声色。那又如何？哥，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风瑶从行李箱里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打开，对方来势汹汹。我们必须联手，你需要我的帮助，我能帮你什么？我的专业是量子物理，但在牛津，我辅修了密码学和信息安全。他抬头看着我，目光灼灼。你负责解构历史，我负责破解密码。你负责寻找真相，我负责保护你的安全。我们兄妹联手，把那些藏在阴沟里的老鼠全都揪出来。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良久，点了点头。好，也许我还不是孤身一人。风瑶的加入让我的计划如虎添翼。他不仅是个顶级的黑客，能为我提供最高级别的网络安全保障，他还是个逻辑缜密的分析师，能从我提供的大量繁杂信息中迅速找到关键节点。我们俩，一个文科脑，一个理科脑，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与大英博物馆的线上研讨会时，丰毅终于坐不住了。他约我见面，地点在一家高级会所的包间里。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了。几天不见，他憔悴了很多，眼下一片乌青，再也没有了寿宴上那种意气风发的样子。风雨，你到底想怎么样？他开门见山，声音嘶哑，撤掉网上的东西，取消那个狗屁研讨会，条件你开。我给自己倒了杯茶，慢悠悠地品了一口。条件，我的名声，封家的声誉，这些东西你赔得起吗？他气得拍案而起。你别忘了，你也是封家的人，你把事情闹得越大，封家的脸就丢得越干净。封家，不好意思，我已经被逐出家门了。我放下茶杯，冷冷地看着他。我现在就是个光脚的，你说我怕穿鞋的吗？他颓然地坐了回去，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说吧，周文斌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这么为他卖命，不惜赌上自己的前途和整个家族的声誉？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他脸色一白，眼神闪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我冷笑一声。那我提醒你，20年前的学术造假案，你父亲，我那位二叔，当年也是参与者之一吧？他是周文斌的师弟，帮着他伪造证据，只是后来见势不妙，及时抽身，把周文斌一个人推了出去。这件事爷爷不知道，但周文斌可一直帮你家记着呢。丰毅的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如纸。这是我和风瑶这2天从浩如烟海的资料里拼凑出来的关于当年的另一个真相。所以周文斌这次是抓着你家的把柄，逼你入局。他承诺你事成之后，不但帮你保守秘密，还会把那笔宝藏分你一份，让你一飞冲天，彻底取代我，成为封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对吗？封毅的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我猜对了，真是可悲啊，封毅。我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自诩封家麒麟，到头来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颗棋子，一个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工具。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他惊恐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怪物。你不需要知道。我转身准备离开，你只需要知道，你已经没得选了，要么现在就去跟爷爷坦白一切，或许还能求得一线生机，要么就等着跟周文斌一起万劫不复。我走到门口，拉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人，是我爸，封正国。他脸色凝重，目光复杂地看着我，然后又看向包间里失魂落魄的封毅。爸，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惊讶。我再不来，这个家就要被你们这群小辈给拆了。他低声喝道，声音里压抑着怒火和一丝疲惫。他走进包间，看都没看封毅一眼，只是对我说道，跟我回家，你爷爷要见你。回到封家大宅，一切仿佛都没变，又仿佛都变了。客厅里，爷爷、妈妈、二叔、二婶都在，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凝重。封瑶站在我妈身边，对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是我爸或者封瑶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们说了。封毅被他爸，我二叔一脚踹得跪在了地上，说：“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二叔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骂道：“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孽障？为了点钱，连自家人都害！”封毅跪在地上，面如死灰，一言不发。爷爷坐在主位上，闭着眼睛，手中的龙头拐杖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整个客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终于，他睁开了眼睛，目光落在我身上，那双曾经写满愤怒和失望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无尽的复杂和愧疚。风雨，他开口，声音苍老而沙哑：“你过来。”我走到他面前，他伸出干枯的手，想要拉我，却又停在了半空中。“爷爷，对不起你。”他一字一句说得无比艰难。是爷爷老糊涂了，没查清楚事情，就错怪了你。我看着他布满老年斑的脸，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隐隐泛起的泪光，说不触动是假的，毕竟血浓于水。但我没有说话，伤害已经造成了，一句对不起并不能让它烟消云散。那篇论文我又仔细看了一遍。爷爷继续说道，写得很好，引经据典，逻辑缜密，特别是最后的结论，大胆而又严谨，是我们封家应有的水准。他顿了顿，长长的叹了口气，这些年是我们都看错你了。你不是不成器，你只是把你的才华藏得太深了。我妈柳静也走了过来，她红着眼圈，拉起我的手：“小雨，回家吧，别跟我们置气了。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多讽刺的词！我抽回了手。事情还没结束，我的声音很平静。周文斌的目标不只是我们封家，他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网络。我把我对走私集团和宝藏的猜测，以及周文斌这些年的商业布局全都说了出来。所有人都被这个惊天的阴谋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已经不是家事了。我爸封正国最先反应过来，他脸色凝重地说：“这涉及到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和有组织的商业犯罪，必须报警。”不行，二叔急忙道：“报警的话，那封毅他咎由自取。”我爸厉声打断他：“我们封家世代清白，绝不能容忍这种败类。他要是敢包庇，我第一个不饶他。”二叔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二婶在一旁已经开始抹眼泪了。报警是必须的，我开口道，但不是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周文斌此人生性多疑，狡猾如狐，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仅凭推测去报警，只会打草惊蛇，让他销毁所有证据，逃之夭夭。那你说怎么办？爷爷问。将计就计，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冷意。那场与大英博物馆的线上研讨会就是我们的舞台，我要在全世界的面前把周文斌引出来，让他自己把所有的罪证都亲口说出来。这太冒险了，我妈担忧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看着他们，这件事由我而起，也必须由我来终结，但是我需要你们的帮助。那一刻，我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家族庇护的废物，我成了这个家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唯一的掌舵人。我爸看着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凝重和一丝欣慰。说吧，需要我们做什么？接下来的一周，整个封家像一架精密的战争机器，高速运转起来。我总指挥，我负责制定整个计划的核心，并且通过考据之神的身份，不断向周文斌释放烟雾弹，让他相信我真的掌握了那批宝藏的全部秘密，并且准备在研讨会上公之于众。封瑶，我的技术总监，他动用了他在牛津实验室的关系，构建了一个全球最顶级的虚拟会议系统，确保我们的舞台绝对安全，并且能实时捕捉到对方的任何蛛丝马迹。爸爸封正国，法律顾问，他把他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博士生团队叫了过来，24小时待命，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迅速整理出完整的证据链，确保一旦收网，就能让周文斌万劫不复。妈妈柳静，公关总监，他利用他在外交界和媒体圈的强大影响力，为这次研讨会造势，把他的关注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数国内外的主流媒体都表示会全程直播，就连爷爷也发挥了他的作用。他联系了几个早已退休，但在政商两界依然德高望重的老朋友，为我们的计划上了最后一道保险。至于封毅，他被软禁在家里，他是我手里的一张牌，一张用来在关键时刻给周文斌致命一击的王牌。而林楚楚，这个可怜又可恨的女人，她在我家里上演的那出大戏之后，已经被学校劝退。她的那些光荣事迹，也让她在社会上彻底死亡。据说周文斌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出国避风头，但她没走。她找到了我，在我公寓楼下等了我一整天。她见到我的时候，憔悴得像一朵枯萎的花。她跪下来求我原谅她，说她当初也是被逼无奈，是为了救她的母亲。我看着她，心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只剩下一片麻木。你没有对不起我，我对她说，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我给了她一个地址，如果你真的想赎罪，就去这里，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周文斌和王崇古的一切151实地告诉里面的人。这是你唯一的机会。那个地址是我爸安排的一个秘密据点，里面有最专业的纪检人员，他最终的选择将决定他下半生的命运。
我不会再为他费一丝一毫的心。研讨会当天，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小小的线上会议室里。我坐在镜头前，旁边是风瑶、爸爸妈妈和爷爷。在另一个房间里，通过监控，紧张地注视着一切。会议开始，我按照既定流程开始讲解那本传教士的航海日记。我讲得很慢，很有技巧，我只放出一些支离破碎但又引人遐想的线索，就像一个高明的说书人，把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关于这本日记背后所指向的那个失落的黄金航线，以及那个富可敌国的南海宝藏，由于内容过于惊人，我将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与一位特殊的嘉宾共同探讨。我话音刚落，一个匿名的视频窗口在会议室里亮了起来，画面里是一个经过变声器和马赛克处理的身影。我知道，鱼上钩了。你好，考据之神，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宝藏的知情者。沙哑的声音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贪婪和激动。是周文彬。哦，那请问这位先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身份呢？我故作惊讶地问。证据？他冷笑一声，那本航海日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你手里的不过是残篇，真正的秘密只有我知道。为了抢夺宝藏的最终解释权，他开始抛出一些只有他才知道的家族秘闻，试图证明他才是正统，而这些正是我想要的。他在全世界面前亲口承认了他和那个走私集团的关系。很好，我点了点头，看来先生确实所言非虚。那么关于账本上的那几个关键商号，比如周氏货站，还有您祖上周文彬先生的，我故意把周文彬这个名字念了出来。视频那头的身影明显一僵，看来你知道的不少。他的声音冷了下来，不过没关系，等拿到宝藏，你就没有机会再说话了。他的话里透着浓浓的杀意。是吗？我笑了。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打了个响指，另一个视频窗口突然亮起，画面里是失魂落魄的丰毅。周文彬。丰毅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吼道：“你这个骗子，你害得我好惨！”周文彬那边彻底愣住了。是你？是我？丰毅红着眼，把他和周文彬的所有交易，他父亲当年如何参与造假，周文彬如何以此要挟他，如何策划了那场剽窃闹剧，全都一五一十地吼了出来。这是我计划的方案，如果周文彬不上钩，我就让丰毅出来，直接把他炸出来。现在看来，这个方案成了点燃火药桶的引线。你这个蠢货！周文彬气急败坏地骂道。他知道他已经暴露了，但他还不肯认输。就算你们知道又怎么样？你们没有证据，法律是讲证据的。他疯狂地叫嚣着。证据！我的嘴角扬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丰瑶点了点头，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下一秒，周文彬的视频画面突然被切换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公司的内部服务器后台，一份份加密文件被强制打开，里面是他这些年来行贿官员、洗钱、操纵市场的全部账目，每一笔都清清楚楚。还有他和他那个所谓的商业帝国背后所有保护伞的通讯记录和转账凭证。不可能！周文彬发出了绝望的嘶吼。我的服务器是军用级别的，你怎么可能？忘了跟你说。我对着镜头笑得云淡风轻。在家父的熏陶下，我对法律也略知一二，比如电子证据的取证和固定。而在我妹妹的帮助下，我对你的军用级别服务器
业进行了一番友好的学术访问。周文斌那边传来一阵巨大的撞击声和警察的呵斥声。爸爸的团队已经联合警方，在他暴露 IP 地址的那一刻就展开了抓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持续了20年的恩怨，盘根错节的罪恶网络，在这一刻灰飞烟灭。直播间里早已炸开了锅，全球的观众都见证了这场堪比好莱坞大片的惊天反转。风雨这个名字和考据之神一起登上了全世界的热搜榜首，而封家不仅没有因为丑闻而蒙羞，反而因为这场正义的家族自救，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赞誉。我看着屏幕上那些疯狂滚动的弹幕，心里却是一片平静。我站起身，走出了房间。阳台上，爸爸妈妈、爷爷都在等我。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爷爷走过来，这一次他没有犹豫，紧紧地抱住了我。好孩子，他的声音哽咽了。封家有你，是封家之幸。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但那眼神里的骄傲已经胜过千言万语。我妈只是笑着，眼泪却不停地往下流。封瑶站在一边，也对我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那一刻，我心里的最后一点冰霜也彻底融化了。我终于明白，家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姓氏，家是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遭遇何种境遇，总有一些人愿意为你与全世界为敌，是守护，是羁绊，是永不放弃的爱。结局，1年后，周文斌和他背后的犯罪集团被一网打尽，主犯周文斌被判无期，他用尽手段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我二叔因为包庇和参与犯罪，也被判了10年。封毅作为污点证人，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判了3年，缓刑执行。他出来那天，我没有去见他。我听说他去了西部的一个小县城，当了一名乡村教师。或许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局。林楚楚因为他最后的主动坦白和作证，被免予刑事处罚。他给我寄来一封长长的信，信里满是忏悔和道歉。我看了，然后烧了。有些人，有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原谅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知道，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我不圣母，我只求心安。封家的生活回到了正轨，但又和以前完全不同了。爷爷不再逼着我读那些圣贤书，反而对我那些旁门左道的考据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天拉着我探讨。爸爸和妈妈看我的眼神也不再是恨铁不成钢，而是我家有儿初长成的欣慰和骄傲。天才妹妹封瑶放假回家，不再是闷在房间里搞科研，而是喜欢缠着我，让我带她去全世界的博物馆淘宝。用她的话说，就是智商和体力的完美结合。而我还是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我拒绝了所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还是喜欢待在那个堆满旧书的角落里，安安静静的与历史对话。当然，我的代号考据之神也成了网络安全和历史学界一个不朽的传说。偶尔我也会接一些私活，帮国家追讨一些流失海外的国宝，或者破解一些棘手的历史悬案。日子过得平静而又充实。唯一让我有点烦恼的是，我妈又开始天天张罗着给我相亲。林楚楚没有看她，而是直视着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厌恶与鄙夷。有爷我看着照片上那个笑靥如花的女孩，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妈，我还小，小什么小，都快30了。
我落荒而逃。阳光穿过图书馆高大的窗户，洒在一排排古老的书架上，空气中弥漫着书卷和阳光混合的味道。我深吸一口气，觉得世界从未如此清澈而美好。也许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等待被解读的古籍，有过错谬，有过污损，有过不为人知的秘密，但只要你愿意拂去尘埃，总能找到那最真实也最闪光的独一无二的篇章。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